今天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我给你10秒钟，请你拿出一张纸，写下一个数目字的话，你会觉得这一辈子当中你要赚多少钱才算成功呢？100万、500万、1000万还是5000万呢？好，数字写好了，那就你先不要改了，因为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一件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事情。其实你真正需要的钱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那么今天这一集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Money Master the Game》，作者是 Tony Robbins。他在每一次演讲的时候都很喜欢问现场观众一个问题，那就是你的梦想到底值多少钱？很有趣的是，几乎每一个学员都会说出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有人说1个亿，有人说10个亿。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不只是发生在 Tony Robbins 的课堂上，我身边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这几年有机会接触不同背景的人，包括了刚刚毕业、月薪4000马币的社会新鲜人，30、40岁为了家庭努力打拼的父母，50多岁开始规划退休的人，甚至是一些企业老板。我也是很喜欢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要过你理想中的人生，你觉得这辈子你要赚多少钱呢？很神奇的是，他们的答案几乎也是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数目字都特别的大。有人说1000万马币，有人说2000万马币，甚至有人说5000万，更多的马币都有。可是当我继续问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数目字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停顿，然后发现到其实自己从来没有认真的算过，那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感觉，而不是计算出来的结果。后来我就开始思考如果只是一个人这样回答，可能是巧合；如果只是老板这么回答，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比较有钱呢？那如果是年轻人这么回答的话，是不是因为他的社会经验还不够？可是我就惊人的发现，当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的背景的人都给出同一种答案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怀疑，会不会不是钱的问题呢，而是我们的大脑后来我就针对这个问题去寻找答案，结果还真的发现到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aniel Kahneman， 也就是现代行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为什么人类总会做出不够理性的决定。他的研究发现到，人类其实是很不擅长预测未来，特别是未来会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以及未来真正需要的钱。我们的大脑呢，总是很容易高估未来的需求，这也让我想到了 Tony 在他的书本分享的一个故事。他说很多年前自己的梦想是拥有一座私人岛屿，后来他真的实现了。可是买下来过后呢，他才发现真正昂贵的不是买岛的金钱，而是后续几十年的维护成本。这就包括了员工、保安、船只、码头、维修，甚至是税务，这些加起来就远远超过当初买岛屿的价钱了。后来 Tony Robbins 算了一笔账，他就说到，如果只是为了享受私人岛屿的生活，其实每一年去世界最好的度假村住最好的别墅，几十年下来可能都会比拥有一座私人岛屿便宜。那一刻他就发现到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拥有，而是体验。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个是长期研究财富自由的导师，他们最后都同样指向一个结论：很多人高估的不是梦想，而是梦想需要的钱。那既然是我们的大脑很容易高估梦想需要的钱，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多少钱？其实行为金融 Behavioral Finance 就是研究这种现象的一门学科，它结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Daniel Kahneman、Richard Taylor 等学者的研究就让我们知道了，人在做财务决定的时候，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理性。所以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回答人生需要多少钱呢？我一定不会先回答你是1000万，我会更加去思考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因为1000万只是一个数目字，但人生其实是可以被拆开来计算的。你想住怎么样的房子？每个月的房贷或租金是多少你想开什么样的车？一年想旅行多少次？多久带父母出去走一走？孩子希望接受什么样的教育？退休以后每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医疗、保险、家庭开销又需要准备多少呢？你把这些东西一项一项的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原本那个看起来非常遥远的梦想，就会变成一张具体的生活预算表了。那世界著名的投资机构包括了 Morgan Stanley、Wealth Management 和 UBS， 都长期追踪了全球高净值人士的财富变化和消费趋势。
他们近年的观察都有一个共同方向，那就是越来越多高净值的人士把财富的重点从过去拥有的更多东西转向了体验更多的人生。这就说明了，经历了财富累积阶段过后，人们的生活哲学就变得了更加的成熟内敛。他们不再将消费视为身份象征的工具，而是更加专注于生活品质和情感的满足。所以说到这里你是不需要1000万去向别人证明什么，你需要的是足够支撑你获得良好生活体验和身心健康的资金。这点呢，其实也改变了我。以前的我会觉得1000万就是目标，后来我还是觉得1000万依然是我的目标。不过我会把它拆成2个部分。第一个500万买的是安全感，真正的财富自由。怎么说呢？不是不用工作，而是拥有工作的选择权。试想一下，如果你今日拥有500万马币的资产配置，每一年的收益哪怕是6%，一年就是30万马币的收益了。除以12个月，一个月平均是2万5的马币。那你会不会觉得你不需要为明天的衣食住行烦恼呢？第二个500万，我想的比较特别，买的不是更多的东西，而是更多的人生。你去旅行，陪家人，体验世界，学习新的事情。因为很多的体验，别人说100次都不如自己亲身经历1次。所以现在就请你重新看一看一开始你写下来的那个数字。我不会问你1000万够不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而已：你当初的那个数字是被计算出来呢，还是你想象出来的？千万不要让那个1000万这个虚幻的数字成为你感受幸福和自由的门槛。通过计算你真正需要的生活成本，利用复利的力量尽早理财，把注意力转移到健康、体验以及人际关系上。只要你拥有了选择的底气以及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你随时都可以过上比拥有1000万财富更富足的人生。我是 Axwell， 一位一本正经在聊搞钱的人，顺便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在演些什么。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财经科技分享，那就务必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们就下期见。本视频呢仅为教育以及兴趣的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和法律的建议。